那很高兴，我们这边是一位是在中国，你也算花很多力气在研究的操盘人，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称呼？ Hello，大家好，我叫叶阳，你可以说一下你的行业别是？我的行业我现在是在一家银行机构里面做那个交易员，不过我们是做债券方面的，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国债市场会有一些配置这样子。债跟股在传统的资产配置里面，一个所谓的股债平衡，所以我相信你对股市的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啦，所以我们今天会在这边。那另外一位呢，是跟我合作非常久的营业员，志刚你好，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吧，我们认识也这么久了。好，我学校毕业之后有进部队服务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就进入到券商工作。那到今年也差不多有15个年头。那在国内的金融机构，在金控体系下面的话，就是只要是主管机关核准的金融商品，大概都有为客户服务。好了，我帮他翻译一下。总之呢，他在这行可以说是什么都碰过了，大概简单讲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会讨论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前进美股大作战，我们这一集我很好奇，因为两位都是业内，在业内对你们操作股市股票有什么帮助？我想请叶阳先说说看。其实我个人感觉帮助不是很大。首先因为我们的那个方向是倾向于债市，然后债市对于个人来说，它的投机渠道非常有限，而且两端的逻辑是可以相互借鉴一下，但是不太一样。嗯哼。而且我们就说，我们炒股票一般来说资金的流向会比较重要，但是如果做债市，它很经常说的就是基本面的判断，就是你说的那种传统经济学。但是传统经济学如果运用到我们现在这个美股前进里面，我就感觉相当的不好用了。但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帮助，因对，为会有在业内你的感受力不一样，你会知道就是这样，很确定，比较没有人家那么害怕。不然大部分人看书或从学校出来也是用猜的，业内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就是那样，对不对？跟传统经济学教的很像。对，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帮助更大的应该是这么多年，很多品种都试过，也赚过，也亏过，这个会更加有用一点啦。OK，实际的操作经验帮助比较大，业内还好。那我问问对对，志刚，你在业内对你的股市操作的帮助，你觉得是什么？赢家的交易模式跟研究资讯的取得的第一时间因为公司有研究人员嘛，那可能在早上的时候，这些研究人员已经把市场的不管是当日或者是趋势或者是方向的研究报告，我们大概都会比一般投资人早取得。那现在因为 App 的关系，其实跟一般投资人的取得资讯的上面的落差，可能也就只有半个小时到1个钟头左右的时间。OK，那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可以了解，赢家投资人他们在进场的时间点的交易，跟他们资金配置的方式。那我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问这个问题了。我很好奇，在业内，在行业内，会不会反而对你们的操作会造成困扰？我听听看叶良的说法。其实因为我比较能够清晰的区分我做的这一块，其实跟要做股票的这一块是很不一样的。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感觉就没有很大的困扰。OK，你能分辨啊，所以不影响，不太影响哈。对对。那志刚的话，有时候我常年下来听你说的一些可能会是困扰的地方，你说说看吧。就有些资讯取得的时候，去对照于股价的走势啊，反而会出现一些盲点。也就是说，有些看起来基本面不错的，你买入的时候，或者有一些资讯取得你认为可以买入的标的，但是它实际的后续的表现的股价反应并不如你预期的方向走，感觉很痛苦。那对，会就变成你当下到底是要离场还是要出场？是的，反而觉得就是资金配置上面反而可以避免掉这些困扰。
嗯，我猜是赢家的进出点会困扰你，因为你的旗下假设有10个赢家，他做的方向是相反的，这应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光想起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是，会有这状况嘛，对不对？因为我知对道你其他的客户跟我的操作方向是有时候至少在1-2年前有几次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时候到底谁对谁错，不知道。对，我分享我自己个人啊，因为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们如果有看过那个李佛摩作者回忆录，我觉得我是被他影响了。他说他是不听人家消息的，他只看气氛，然后听报价纸带去做判断。那早期我也是这样，现在不会。我发现是我有没有自信的问题。如果我没有什么自信的时候，我觉得我会被很多小道消息影响。可是现在我的自信比较够的，其实任何消息只要是真的，我其实都有一套解读的方法。所以我不太怕听资讯的现在，更何况现在我们团队人数比较多，我很快去自己请他们帮我佐证一下这个资讯的来源。就像我今天又看到一篇错误的分析啊，标题很斗大，吓死人，打开来看，原来全部都有问题的。那这个更不用问，就是有问题的，我现在已经不担心了。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投入很大的资金，或者是也还没开始到别的国家的市场？不管是港股、美股，我想请叶良说，你有开始投入大量的资金在这里吗因为我是工作以来一直都有存钱嘛，然？OK，后存的钱有逐渐的投入，然后顶峰时期应该是19年的时候，这样子会达到一个顶峰。那时候又做了一波期权的操作，看空一下美股，尝到甜头了，然后就膨胀了，然后就亏光赚过来的，还亏掉本金这样子。尝到多大的甜头？看空美股从几月空到几月我大概那时候只是因为是买了 put 嘛， ？OK，然后直接是空了，差不多翻了1倍，10几天就翻了1倍。哦，好厉害啊！然后后来就应该会继续跌吧，就有这种心理预期的时候，当时又不懂得什么技术，就只是死扛，然后就获利回吐啊，好痛苦啊，我就凹单啊。我知道不容易，不容易，都过了。那后来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开始注意到国外的股票吗？是这样吗？当时就是已经操作了国外的股票是比较早的，好像是在做这个 put 之前也做了有大半年的美股。当时我买特斯拉的时候是满仓，然后特斯拉当时市值还不够1000亿美元。那时候马斯克还没有很有钱，他还不是首富。差得远。那时候 OK， 听起来你经历过一段很惊悚、很刺激的过去。你操作这样算起来应该有1年哦。你做美股有什么感想呢？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2017年以后逐渐接触到国外的市场，我感觉第一个是波动率大很多，然后第二个是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多头市场。第一个，你觉得国外的市场趋势很强，你觉得很不一样。第二个，波动很大，波动很大，我换句话解释叫做机会多啦，上的波动大，下的波动也大嘛，对，所以买点舒不舒服就很重要，这可能是你的感想。那换我请教志刚，你开始有大量比较大的比重的资金开始投入美股了？目前的比重应该到3成到4成，那时间是从去年11、12月的时候，应该算11月吧。才开始投入美股。听起来还没有到很大的比例去放美股，你觉得你已经在业内了，你的原因是什么？你已经看过我们操作这么多风风雨雨，这几年来，不管是未来汽车什么，你都也看了，但是还是不太有大资金投入，你的原因是什么？好奇。我自己个人没有投入的资金比例比较大的关系，是因为可能还是因为晚上没办法看盘吧。OK， 对，所以我必须像之前11月在进入美股市场的时候，我都是拿一笔可以赔掉的资金买入标的之后，可能在11点以前做完交易我就去睡觉了。那要剩下的之后要进出的话，是隔一天的开盘前再来决定。停损空间我可能都把它拉大成30到50%，我了解，这样我才能安心的睡觉。对，所以相对投入的资金比例就比较低。我了解，那真的很谢谢你啊！现在帮我盯盘，你反而
慢慢有把部位拉大，像有时候可能11点半、12点就会起来交易自己的部位。好，希望你身体没问题哦。那我很好奇哦，那这样子的话，我听了，我大概知道你们对国外股市的理解。不过一个是叶阳，你是本科生，你经济系的，那志刚你是看很多人。那我想先请问叶良，因为我不是所谓的本科生嘛，你看完我的直播后，你觉得对你的经历跟所学能补强的是哪一块？我很好奇。我感觉非常明显的就有几个启发吧。一个是通过仓位控制可以很好的来达到一个心态的平衡，这个对我的那个启迪是非常大的。我就是这么做的。哦，我补充一下，我也是去年11月左右才把基本上是能够调用的资金都放美股了。嗯哼，对，然后今年他运气比较好，我那个在 GME 还在20块的时候买过一轮。然后但是部位不多了，只是打了2成不到进去，哇，那很厉害啦。试一下仓，然后它涨到120多的时候我就卖掉，我感觉好像心里就开始已经有承受不了的那个因素，没有人可以承受啊，因为它不太正常，在我的判断里面本来就不太正常，就卖了。我也没有赚到啊，我也没赚那么多啊，我赚的很少啊，没有那乡民赚的多啊 GME。所以你是一开始就加入我直播了，才会看到这一档吗？因为这是我们很前面在推的。我是从第一档直播就看到现在了。你说你觉得对仓位控制有帮助，那其他的能补强哪些部分呢？还是对你来说主要就是仓位，其他还好？还有一个是您强调的是那个股票的那个传导，其实是越简单越好，然后逻辑越清晰、可见越好。我以前总觉得最好是那种传个5度、6度这种大家都想不到的机会才是好机会。嗯哼。后来现在我想明白了，它每一次传递都有可能失真，然后每一次失真，那你的概率就下降了，其实反而是不好的。所以对你来说，你觉得你学到的是我的大局观的分析是比较简单的逻辑下去推，反而比较有信心。对，然后还有一些观念上的改变，是，就是不断的要去准备自己的报赚名单，去寻找下一个标的。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不先准备，像我上礼拜五，对，志刚知道了，我买了哪一档？上个礼拜五，江西同业跟阿里健康，后来换中兴，对嘛。我讲了很久了，可是我没买，我一定要等时候到。可是我没有先研究，我不知道嘛，对不对？那我们回到请教志刚好了。那我这样子直播这样下来，对你觉得有补强到哪一块吗？有补强到以前什么看他们操作没办法学到的东西吗？我觉得对我有帮助尤其在最近这一段STR 的建仓跟震荡过程当中，我才慢慢感受到什么叫做选择强势标的。就是股价在同一个时间在做震荡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强的标的，你要如何将手上的原有的部位可以不管是赚钱或赔钱卖掉，去换到更强的标的上面啊。以前在做转换的时候，可能心里会有一些我目前有的可能会涨，或者目前亏钱我不愿意去做转换。但是我觉得看到最近 MSRP 这样子大涨之后，我觉得其实转换的机会成本其实不大，可能后续的报酬相对会有利。那在1月的上半个月之前，说实在蛮困扰，因为那转换的速度真的是，对，我每天都在买卖。对，应该是要说，目前看到 MCRT 就知道中间转换买卖的过程当中的必须性。先一轮换快一点的，换完了换对了，我可能也懒得换了啦。那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因为呢，那个现在志刚会帮我盯盘，所以我会跟他讲，我大概跌到多少的时候，我会想买一点；跌到哪里的时候，我又会想再买一点。那跌破哪里的时候呢，我会想全部换成什么股票。这个你现在敢这样操作吗？还是我就算已经跟你讲了，你还是不想这样操作？以我自己的话，我可能还不会这样操作。原因是因为我不了解你换的背后的真正的目的，是，所以可能换的时候我不晓得我要投入的资金部位是做多少。
是我懂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你看我换，有时候马上又不看一苗头不对，我又卖了嘛。对啊，所以你没有办法，我买你就买嘛，对不对？我应该这样讲说，如果我用跟单的方式跟着你操作，这样子会有时间上面的落差，对我来讲有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存在。对，那对我在精神压力上面可能会比较这个压力挺大的。我想你应该知道，我那种下单法压力蛮大，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方式，你知道大方向就好，这个是比较舒服的哈。不要知道那么多细节，也没有比较好啦哈。没有，对，反而压力更大。用知道大方向，然后掌控部位跟抱住的方法，反而对我来讲现在帮助比较大。那因为国外股市在跟中国股市跟台股都有一些不一样嘛，就制度面上，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发现呢？赚大钱的这些客户呢是哪些人，或者是赚大钱的方法，在过去在中国股市的特征是什么？根据我了解，因为我也有跟一些证券机构的操盘手交流过，什么说的多好的股票，基本面再好，只要技术分析一不对，马上撤出来再说。是啊，所以平时散户就是没有这种果断进场、果断撤退的这种决心，在中国的散户都过得不太好。真的啊，我想说，因为中国的股民比较晚进股市，比起台湾，据我所知比较晚，但是我觉得经历了前几年，可能已经蜕变了，因为已经有一些观念上更新的很快了，但是可能还是不够果决，对不对？不够果决是一个方面，然后很多股民他们是盯着大盘指数在买，但是他自己买的那个股票反而是没有跟大盘指数在走的，他们就很郁闷。那志刚呢？我请问你，台股赚到大钱的人大概是哪些族群？大概做了什么事情？如果是一般的投资人的话，大概是分批进场之后报一个小波段卖出。那真的是大赚的客户的话，他对产业面有一些了解，然后我在了解他的建仓的过程当中，也都是少部分建仓完之后，如果有获利，他会持续一直加码，而且报一个大波段。那如果在加码，在建仓的初期有一点小亏损，或者是方向不理想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很果断的，就当日或者隔日就会做卖出。那个他的交易台股，不过台股的涨幅蛮小的吼，所以你所谓的大波段大概多少？像有一个客户，台积电就从200多块报到700多块，到目前现在还有。然后像这种赚倍的标的是有的。OK， 所以其实还是一样啦，看对下大抱住，然后初期建仓了，然后想办法持有嘛，对不对吼 ？OK， 对，跟这些观念都相似。对不起，我请问一下这个叶良哦，你买到亚拉对不对？大局观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因为股价的波动短线里只有被2种东西影响。在大局观的架构之下，我发觉美股比较有效率，因为我们业内其实也有做一些资金的监测。那你2021的目标获利要多少啊？2倍以上吧。2021我的目标呢有2个，最重要的第一目标叫做